各位朋友，大家好。值此新春佳节之际哈，我呢代表君流 Nursing 咱们这个频道，向一直以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包括我们一些真的是线下这个可以见到人的各位亲朋好友道一声新春的祝福，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丙午马年这个春节过得开心以后每天的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这个午马嘛，午是属火是吧？希望大家今年都火起来这个收入呢越来越高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健康平安。好的这个开局这个简短的介绍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咱们的主题。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教学海报系列呢，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叫做急腹症。那么急腹症呢，是我们可以说在急诊科非常重要必须要重点掌握的一个核心内容。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是有可能如果大家判断有一些犹豫那么可能会对患者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这种后果所以我们的思路一定要非常的清晰，一定要把握住要点直接抓住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抓手就抓住它不放直到呢把这个问题解决。大家呢虽然说你可能不一定在急诊的外科工作但是呢如果大家在急诊不说别的，就这个急诊的分诊其实就很有这种内涵你如果有经验的这种医生或者护士基本上看一眼大概知道是个什么病如果经验稍微少一些平时呢又可能没有太注意这种总结的话呢，那他有可能就会把一些这种急诊外科患者就先让他去其他科室就诊了那么这最后可能再经过其他科室诊断完说不对说再转回来，那么对于患者来讲这就可能有些影响所以呢，首先我们说急腹症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通常急腹症是需要急诊手术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海报主要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急诊外科最常见的5种急腹症那么在讲这个常见的5种病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腹膜刺激症peritoneal irritation sign 这个腹膜刺激症。什么叫做腹膜刺激症？就是当我们腹腔对吧，大家知道咱们的腹腔里边是有腹膜对吧，我们的腹腔其实就是2层腹膜围出来的这么一个腔叫做腹腔一层叫做壁层腹膜，一层叫做脏层腹膜那么当然呢在腹腔里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壁层和脏层腹膜和咱们脏器相对的位置呢，其实还是相对有一点需要大家可能要稍微学习一下的，因为它不是说特别的简单有一些脏器呢，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可能多数脏器属于腹膜内器官但是个别的一些脏器属于腹膜外器官，有的时候我们叫做腹膜后器官比如说胰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腹膜后器官那么它其实就会导致什么呢？它的临床症状是有一些特殊性的。今天呢，我们说大家首先要知道腹膜刺激症的概念那么就是指我们的腹膜受到刺激，当然最常见的就是炎性刺激包括血性刺激这些呢比如说由于胃穿孔导致胃液刺激腹膜，或者说这种由于阑尾炎是吧，有炎性渗出物刺激腹膜是吧，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引起腹膜刺激症的因素。那么大家最需要记住的呢是腹膜刺激症的表现就是下边咱们这个蓝色字体写的叫做压痛、反跳痛、肌紧张这3点是特别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作为临床的评估
如果只有压痛，没有反跳痛，没有肌紧张我们在外科至少在现阶段可能不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紧急的情况或者说就必须要再进一步去排查一些这种很严重的一些比如说这种需要急诊手术的问题这个基本就排除在外了。但是如果一个患者即便压痛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有非常明显的反跳痛或者有明显的肌紧张那么这个很有可能是属于有肌腹症有腹膜刺激症，需要急诊手术这个是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就是说普外科医生来会诊的时候，基本上来急诊科会诊就摸一摸肚子，基本就有数了你这就摸一摸肚子很软说开刀什么这些阑尾炎什么这基本就不考虑了就是至少不急但一摸这个肚子硬就这局部它就硬，肌紧张很明显，很有可能是要急诊手术其实这个是临床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体征。好，说完这个腹膜刺激症呢，我们来把这几个常见病依次跟大家简介一下我们就希望呢能够通过这10几分钟把这5种疾病最突出的特点告诉大家这样大家它就是一种临床思维我们说 critical thinking， 或者说我们做这种各种考题 NGN 的题，尤其你只要有了 critical thinking 你只要有了临床思维你做题就非常顺利了。那么临床思维里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鉴别诊断，就是抓住重点你不能所有的信息都在脑子里一条一条的去对比去考虑那样太慢而且呢你时间等不起在临床上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全查那有些检查他当时查不了怎么办，对吧？所以呢这个时间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有什么清晰的思路要把握住重点，直击要害第一个我们看阑尾炎非常常见的外科急诊之一。阑尾炎大家记住，转移性右下腹痛，这是它疼痛的特点。从哪儿转一般来讲是从脐周我们肚脐周围先疼，疼完之后慢慢转到了右下腹这是它疼痛一个特点。所以当你看到一个急诊的病人来了，尤其年轻人这个他说右下腹疼，你摸有点紧这个右下腹有点肌紧张，有反跳痛，阑尾炎可能性已经很大了。你再问一下他这个疼是一开始就在这儿吗？他说不是，说一开始在肚脐那块儿，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定到这儿来了这就非常像了所以我们知道它疼痛的特点叫做转移性右下腹痛。这个疼痛最终呢就固定在叫 McBurney 点那么当然它就会有什么呢？腹膜刺激症有这种比较固定的在 McBurney 点有一个明确的压痛，有反跳痛有可能有轻度的肌紧张这就取决于它炎症的这种严重程度比较轻微的时候只是水肿，这种炎症早期呢它可能肌紧张不明显如果都炎症晚期化脓了甚至穿孔了肌紧张就会非常明显所以从这个症状和查体我们基本就知道阑尾炎有这些特点当然你说我要是再完善一点，可能还要有辅助检查，是吧？你比如说我有白细胞血白细胞升高中性粒细胞百分比90%几，是吧？那都明显升高了。或者说你做了个超声，是吧？阑尾明显水肿，周围有渗出那就基本就定了所以这是阑尾炎然后我们看第二个胆囊炎。首先我们说胆囊炎它好发年龄段一般都是中年人，它就不像阑尾炎那个年轻人多胆囊炎都是中年人了。那么年龄就明显要大上可能10岁左右而且呢有什么一般它都有胆结石这种病史很多都有或者是这个有这种进食这种很油的东西这种比如说刚刚吃完一顿大餐里边很多油炸食品脂肪含量非常高的食物，那么这个都是胆囊炎的一些辅助我们可以参考的信息。它的疼痛部位呢在右上腹，而且呢有可能会放射到咱们的右肩背部这也是胆囊炎的一个特点，它会朝咱们的肩膀或者后背放射
那么和这个吃油脂食物有关。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征叫墨菲征啊。墨菲征呢，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查，你可以上网看一下啊，肯定能查到。其实就是我们医生呢，把我们的左手啊放到患者的这个右侧的肋弓这一块，然后呢大拇指放到这个肋弓下啊这个软组织这一块，然后让病人吸气啊。病人吸气的时候，我们的手指不动啊，但是呢你会发现病人吸气突然停止啊。为什么突然停止？他碰到你这个手指疼了啊，这个叫做墨菲征阳性啊。如果有这些啊，就是很可能是一个急性的胆囊炎了啊。当然，你说我如果又有病史啊，又有这个超声检查发现胆结石啦啊，这个包括有一些血的化验的检查都支持这个啊，那就基本也就能确定了。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胰腺炎啊，胰腺炎是虽然说所有这几个急腹症都很严重啊，但是胰腺炎是重中之重啊，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谨慎，不能把这个给它忘了啊。胰腺炎，那么胰腺炎呢，它其实也从病史上呢也是一般是什么男性的多啊，男性多见啊，而且有什么暴饮暴食的这种历史啊，近期内有暴饮暴食，比如说他今天来了，说我昨天晚上大餐啊也是吃的特别多，而且又喝酒啊，这些都是非常要引起我们重视的。那么它的疼痛的部位在哪儿？在中上腹啊，或者就是上腹正中，我们可以这么说，放射到后背啊。它这个疼痛的部位比较深啊，它不像说胃疼，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过体会。如果你要是有胃痛啊，胃痛一般是比较浅的啊，虽然它很疼，但是它部位比较浅。这个胰腺炎的疼痛部位就很深了啊，而且胰腺呢，它是一个我们说刚才提到过啊，腹膜后器官，所以它一开始刺激腹膜并不严重，反而是什么像后背啊这个放射，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更明显。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有这种血和尿的淀粉酶升高啊，这个就是如果有这个的话啊，就要考虑到胰腺炎。那么当然呢，你说我还有超声啊，还有血液化验的，对吧？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诊断。胰腺炎的淀粉酶升高啊，急性胰腺炎啊，升高的倍数也通常是很高哈，不会说，比如说只是比正常值升高个3%是吧？升高个10%，这个就不太支持是急性胰腺炎啊，因为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会引起这种淀粉酶的升高，比如说急性胆囊炎也可能啊，当然不一定说每一个都会，但是有可能。所以呢，当一个你怀疑性胰腺炎的患者，这种血淀粉酶没有升高啊，或者只是稍微升高一点，那你还要注意鉴别诊断啊。为什么说它最严重啊？因为胰腺炎一旦要是被误诊被漏掉了啊，进行性进展啊发展的话，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叫做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啊。那么那个就很严重了，会导致全身多系统损害啊，就是死亡率会比较高的。下边呢，我们看胃穿孔。胃穿孔呢，也是我们一定不能忽略掉这个患者的基本信息啊。你比如说是男的、女的，多大年纪，有没有病史，这非常重要。胃穿孔有什么病史？不好意思啊，胃穿孔我们要知道啊，很多的时候它有胃溃疡病史啊。穿孔怎么来的？就是胃溃疡嘛。胃溃疡没有得到就是这种比较满意的治疗啊，或者拖的时间很长了啊，逐渐的加重，最终导致胃穿孔。这个呢，如果患者有胃溃疡或者12指肠溃疡的病史，而且呢突然出现一个剧烈上腹疼痛啊，而且这种疼痛是像刀割样啊，就是那种锐痛，迅速扩散到全腹啊。你要查体的话呢，会发现什么板状腹啊，整个腹腔那个肌肉就紧张的像一块木板一样，而且肠鸣音有可能减弱或者消失啊，这都是典型胃穿孔的表现啊。为什么胃穿孔有这些表现？咱们提到过啊，胃穿孔以后什么胃液，包括你胃里边吃的一些东西，全都进入了腹腔，那刺激腹膜那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很快就扩散嘛。它就不是说只在胃啊这个上腹了，整个全腹都是胃液，那你想
这是很严重的啊。所以这个呢是胃穿孔。好，我们再看最后这个肠梗阻啊，肠梗阻呢也是病史啊，什么人容易得肠梗阻啊？当然在急腹症更多的是机械性肠梗阻就是这种最常见的原因是之前有过腹部的手术史里边形成了肠粘连，从而导致肠梗阻当你发现一个急诊来的病人这个年龄就关系不大了那么你一问或者你一查体发现腹部有伤口，以前做过手术或者问他以前做过手术现在肠梗阻咱们之前有一张海报说过是吧？4个字：痛吐胀闭肚子疼，肚子疼，同时还恶心呕吐是吧？吐的还很厉害，这个腹胀非常明显那么同时没有什么排气排便，这就考虑肠梗阻了那么这就是咱们临床上可以说最常见的5大急腹症这个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急腹症，咱们时间所限或者说出现几率没有那么高就难以把它说得很全面。但是这5个病可以说非常常见大家而且有一些病呢死亡率很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鉴别。那么最后呢，为什么有一个宫外孕破裂因为宫外孕破裂虽然它不属于这个咱们急诊外科的急腹症但是呢大家得会鉴别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女性患者我们需要鉴别它到底是宫外孕破裂导致的这种症状还是比如说是阑尾炎或者是什么这个一些其他的问题，穿孔这些问题那么对于女性患者，大家一定不能忘了这个鉴别诊断如果是个育龄女性还有停经史是吧？一问停经可能7周8周那么同时有什么下腹疼痛那么如果还有阴道出血特别要小心是不是这个宫外孕破裂？这个病为什么这么重？因为它一旦破裂，可能会导致这个腹腔比较严重的一个内出血这种内出血有可能就会在比如说20分钟或者30分钟，直接就会导致患者休克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你还让常规去查呢，是吧？又拍片子又什么的，这儿都已经都休克了这个患者。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碰到育龄女性又出现了这种下腹疼痛偏一侧的时候尤其是在偏右侧的时候，可能更容易被误诊为阑尾炎或者其他一些病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停经要问他最后末次月经什么时间，然后你要做一个，至少你不查血 HCG， 你要测一个尿的贝塔 HCG， 看看现在是不是怀孕了那么如果有这些问题你可以做一个其实腹腔穿刺就在脉试点拿一个5毫升或者10毫升注射器穿进去，一看能抽出血来基本就考虑宫外孕了当然你要再谨慎一点，做个超声是吧？那就是更安全找妇产科会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是说把这个常见的5大急腹症那么当然有一个鉴别诊断宫外孕，和大家呢通过这一张海报呢来鉴别希望呢大家就是把握住它的重点能够从咱们比如说遇到一个临床的情况，或者说你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一个情况，马上就能从这几个里边迅速的找出来它到底是其中哪一个并进行正确的处理。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下次我们再见，谢谢大家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